广西最奇葩的3大建筑，这2个我不太方便评论，这个被网友发现很像马桶造型。接着我来到了越南的边境城市芒街，发现越南年轻人正在努力学习中文。只有1河之隔，对面便是中国广西的东兴市，中越2个边境城市差距却非常巨大。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， GDP 总量在全国排名第53位，人均 GDP 在全国排名第181位，排在它前1位的便是我的家乡湖北荆州市。这真是巧巧的妈妈生巧巧，太巧了。作为省会城市级别，南宁的经济发展并不亮眼，但它的城市建设却非常养眼。南宁曾位列中国绿化最好的10座城市之一。在200米以上和300米高楼数量方面，南宁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11位，远远超过它在国内的经济地位。被网友们称为广西最奇葩的3个建筑都位于南宁。首先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在2019年被列入最丑建筑榜单的广西新媒体中心。大楼由 A、B、C 3栋塔楼及群房组成多塔结构，最高31层，2018年10月30日竣工。因为其辣眼的世俗观感，迅速获得最丑建筑的殊荣。大楼的设计师表示很冤屈，设计的初衷是将桂林山水、龙脊梯田等广西山水元素融入建筑外观，采用3维曲面造型，犹如层层叠叠的梯田，展现大自然的韵律之美，同时体现了广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。无奈网友们都像苏东坡，用牛屎心态去欣赏这栋大厦，导致产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联想。网友们也很冤屈，我们只是普通又不瞎。更奇葩的是，每逢佳节，大楼顶部还会喷射焰火，场面一度令人陷入尴尬。这是南宁体育中心，与前面的新媒体中心被网友称为生命之源套装。对此我不发表任何看法。这座被网友称作马桶大楼的是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大楼，设计初衷是门诊楼采用铜鼓造型，楼身条状石材如竹简，象征壮医大典。中庭顶部有绣球造型，空间形象还提炼了壮锦、花山壁画等传统元素，体现了壮族文化特色。我个人认为，虽然外形上确实有些马桶元素，但整体观感上还是蛮不错的。除了以上3座奇葩建筑，广西还有这些：柳州的尿壶楼、玉林的农民艺术楼，还有这奇怪的广西文化艺术中心。从南宁出发，大概200公里左右车程就可以到达东兴市。这里是中国和越南的边境地带，一条窄窄的河流隔开了中国广西的东兴市和越南广宁省的芒街市。在越南芒街的夜市附近，我发现了一家中文培训班，许多越南年轻人在学习中文。中国这边更是开通了去芒街的公交车，是中国第1条跨国公交路线，可以实现坐着公交车出国。本期视频将呈现越南芒街和广西东兴的双城记，看看中越这2座边境城市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。芒街市是越南北方靠近中国的一个小城，属于越南广宁省。越南的省和我们中国的省差别很大，小小的越南共有63个省级行政区，而我们的大中国才34个省级行政区。如果按人口计算，越南每个省的平均人口只有160.5万人，而中国地级市的平均人口数量约为230万人，也就是说，越南的省从规模上甚至不如中国的地级市。我曾经到过越南的经济发达省份海洋省，是越南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之一，到处都是成规模的工业区。他们的省会城市叫海洋市，城市规模却令我大跌眼镜。别说跟我国的省会城市相比，就是跟我国中西部的县城都没法比，城市建设看上去就像我国的一个镇。我们把话题回到越南的芒街市。芒街市人口 10.8 万，1994年越南政府批准芒街为口岸经济区，依托于中国的边境贸易，芒街市的商贸业比较发达。我走在越南芒街的街头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像我们中国的小镇，有一些商铺招牌上还使用了中文。一位越南小哥操着流利的中文上来与我攀谈，没有什么国际友谊，也不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，就是想让我照顾他的黑车生意。会说普通话，会讲普通话的，哪个饭店、商店都有，都可以。这边应该是32多一点，块钱320件应该。
320天，我带你们去。对。中途找个地方换点越南盾，每个不起眼的戴斗笠的越南妇女都有可能是地下金融工作者，从事换汇业务。我没有人民币现金，只能使用微信支付，对方又没有办法接收微信付款，所以找到第三方店铺。老板居然是中国人，店铺里挂着生意兴隆。最终这单生意的流程是，我微信转款给店铺老板，店铺老板付人民币给越南妇女，越南妇女给我越南钞票。我在网上订了一家民宿，因为语言不通，沟通起来颇费了一番周折。找到一家中文招牌的餐馆，店里的广告牌上写着一碗罗香的执着，就冲着这诗意的表达呈现出的中文底蕴，我估计这餐馆的老板肯定是广西老表。菜单也都是中越双语对照，螺蛳粉6万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17块，牛腩粉55000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15元，卤蛋8000元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2.2元，珍珠奶茶约合人民币11元。这个物价对比广西小城市，我感觉越南这边更贵。收钱的小妹会讲汉语，毫无疑问，完全是广西撞死4只鸡的口音，听又听不懂，学又学不会。对，如果是那个能过2天嘛，刚放假不是才来那个，那人更多了。路边卖水果的大姐，中文沟通毫无压力，主打产品是山竹和红毛丹，价格比国内还贵，我随便买一点，花了13万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37元。越南盾的面额对于我来说有一些奇怪的用途，比如我在朋友圈里卖这幅书法作品，广告词就是曾经有朋友出价30万，我都没有卖。我故意隐藏了部分信息，那是一位越南朋友。这是芒街最大的购物中心，它是越南首富范日旺的产业，在越南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万达广场，分店遍布越南所有的重要城市。购物中心的大堂摆放着越南汽车品牌 VinFast 的样车，这个汽车品牌同样属于越南首富的公司，外观还是蛮不错的，但零部件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厂商，价格卖的并不便宜。这款轿车11.7亿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32.4万。这款 SUV 售价16亿越南盾，约合人民币44.3万元。在大堂后面的黄金位置便是中国的运动品牌安踏，广告牌上的促销价格是70万越南盾，相当于人民币200元。安踏还抢占了手扶梯黄金广告位，后面的李宁专卖店同样规模较大。中国的运动品牌双雄开遍了越南全国的大小城市，价格也普遍比国内要高一些。在越南消费者眼中，这也是妥妥的国际品牌。这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批发市场，出售各种小商品。这里看上去像收摊后的猪肉档，但实际上这里大有文章。这些银色的铁皮箱里面装的全部都是现金。这里就是著名的芒街换汇一条街，前几年来的时候，这里人潮汹涌，成捆的现金就摆在案板上，蔚为壮观。我很难想象，如此多的换汇经营者，这个小城的换汇需求真的有这么大吗？这么多的现金摆在桌上，就不怕抢劫吗？这里是北仑河越南一侧，越南修建了许多与边贸相关的市场和展览中心，许多招牌都使用了中越双语。这就是越南一侧的口岸，明天我将从这里出关，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。越南口岸背后那一栋高楼其实是中国的。我上桥观看北仑河两侧的风景，这段河的两侧都属于越南，远处高楼较多的地方才是中国广西的东兴市。晚上的芒街人气比白天落寞很多，许多街道都没有行人。这里据说是进行大规模零和博弈的地方，我没有这方面的爱好，而且一向对这种地方比较抵制。我站在异国，远眺祖国。中国一侧的大厦灯火辉煌，显得比这边更有生气。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，能设身处地地体验到弱国小民面对庞然大物的心境。于是他们选择在海关向我们勒索小费。晚餐我选择了一份人见人爱鸡涧鸡稠的越南鸡粉，味道尚可，但相比广西老表的作品还是略逊风骚。面不敢说，但要说粉，广西粉绝对是炸天的存在，文有老友粉，武有螺蛳粉，高富帅有北海海鲜粉，接地气有钦州猪脚粉。路边发现了一家汉语培训中心，里面汉语老师正在上课，门口鸡贼地贴了一个小告示：中国朋友免费学越南语。
相当于是为学汉语的越南人免费提供语言环境。不过也有弊端，过来的大多都是广西老表，广西老表的普通话很容易把越南学生的汉语带偏。第二天结束芒街一日游，通过越南口岸出关，经过北仑河上的跨国桥，回到了中国一侧。两边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，中国这边无论是道路还是建筑物，明显更大气、更现代化。东兴市常住人口近22万人，是我国京族的唯一聚居地，京族正是越南的主体民族。一河之隔，只是因为形成国界，两座城市就有了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。我很多时候不免感慨，漫长岁月里，族群的产生和隔离非常奇妙。而互联网引领的全球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态，一首歌可以流行全球所有角落，一种商品可以风靡世界，我们所有人正处于巨变之中，不知道这种趋同和融合将会如何改变你我。